有人吗？又怎么了？九霄，这又出什么事了？来开门！快来人呐！谁呀？列车！来人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了？找姜太医。愣什么去呀？好，你吃什么了？快喝点，吐出来，吐出来，吐出来！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您说呢？李公公，什么事啊？沈贵人，冷宫来报，乌拉那拉氏中毒垂危。延禧宫也说，海贵人的安息香中又被加了重伤。冷宫里的乌拉那拉氏死了也不治什么。至于海贵人，自有太医照顾。皇上龙体要紧，你也犯得上为了这个来惊扰皇上？沈贵人，李煜，皇上。皇上。沈贵人，这些日子，你不必在朕的跟前了。皇上恕罪，臣妾不知做错了何事。许多事你一开始就错了，难道是今日才错吗？臣妾愚昧。冷宫的事，好歹是条人命。海贵人怀着皇嗣，你竟然这般冷血冷心，毫不在乎。皇上，臣妾知道错了，臣妾只是怕扰着您歇息。滚！皇上准备先去哪儿？先去冷宫。皇上，冷宫到底怎么回事？据姜太医回禀，饭菜里被人下了砒霜，还好医嘱和索性用的不多，所以救回来了。除了姜太医，奴才还派了2个太医一同去盯着，以防不测。我来，把这端走。怎么样？主怎么样了？弄点水灌下去，毒都吐出来了。你放心吧，沈总不大碍，只是还在昏迷。你怎么样？就是头还眩晕的。可能还会有一阵儿，先躺下休息。皇上驾到！皇上来了，哎，微臣江雨斌给皇上请安。贤妃身子如何？回皇上，贤妃娘娘中的是砒霜之毒，还好发现的及时，眼下还在昏迷。微臣已经替贤妃娘娘去除身体内大半余毒，使贤妃娘娘常住冷宫，身体虚弱，还需要调养。那就好，务必调养好贤妃的身子。是，微臣告退。如意，朕来迟了。等你身子能走动了，朕即刻就接你出冷宫。委屈你了。
贱人，都是贱人！珠儿，别这样，还是想想办法让皇上消消气吧。我还能怎么样？这些年受的委屈，有谁知道？珠儿，又发疯了。这伺候皇上久了，疯劲反而更大了。珠儿，这海贵人受害，莫不真是跟贵妃有关？管他是谁呢，左右不干咱们的事儿。这海贵人中毒蹊跷，宫里人都说，当年乌拉那拉氏是受了冤屈的。莫不是他真要出冷宫了？他要是出了冷宫，迟早要查当年的事儿。还有皇后和贵妃呢，再不济还有慎贵人和素莲。您呢，管好4阿哥就行，做不过不干咱们的事儿。贱人，都是贱人！你宫里做的杏仁酪味道不错，本宫吃着极有滋味。皇后娘娘喜欢，臣妾便多做一些。听闻杏仁儿能令肌肤好颜色，多食一些是再好不过了。你也再吃一点。是。皇后娘娘，贵妃娘娘，皇上方才去了冷宫，亲呼乌拉那拉氏为贤妃，还说不日便许她出冷宫。乌拉那拉氏不已经废为庶人了吗？怎么可能放她出冷宫？你说皇上轻呼她为贤妃，皇上糊涂了。为何是不日出冷宫，而非即刻？赵姨太，你把话说清楚。乌拉那拉氏不知怎么中了砒霜之毒，一时未能好转。皇上嘱咐，待她能起身时再出冷宫。知道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这是。臣妾贵妃，莫不是你？我？若要是臣妾，怎么还会让她出得了冷宫？也不知道是谁下的毒，也不知道下准点。真的不是你下的手？不是，娘娘，真的不是臣妾，臣妾还没来得及下手。会不会是阿若那个贱婢？他不敢背着本宫和你擅自下手，否则出了事儿谁保他？那还会是谁？梅嫔、嘉嫔？本宫跟你一样不知就里。不过，只要有慎贵人在，他比谁都容不下乌拉那拉氏。娘娘圣明。贤妃中毒之事，可有眉目？奴才查过饭菜的来源，送饭的太监马憨子说，贤妃娘娘和锁心食过银子，所以他们的饭菜比旁人好了一些。但是他们吃的是和其他人的饭菜一起送来的，人多手杂，奴才实在不知道是哪些人碰过了。海贵人那边呢？
也是毫无头绪。那朕要你做什么？奴才该死。你不该死。有人有本事在朕的后宫一手遮天，连你们也查不出来，他才该死。朕问你，翊坤宫收拾好了吗？皇上吩咐把翊坤宫收拾好，给贤妃娘娘居住。奴才不敢不用心，一应挑的都是最好的东西。好。坤为女阴之首，意为辅佐的意思。除了大婚用的坤宁宫，就属翊坤宫最华丽尊贵。朕就是要给如懿这份尊荣，以弥补她这些年来的苦楚。皇上，臣妾知错了，臣妾再也不敢了。皇上，皇上，慎贵人一直跪在养心殿外求您宽恕呢。皇上，臣妾再也不敢。他还有脸求宽恕？你饶了臣妾。这些年他做了什么，他自己心里没数吗？这些年他是怎么侍寝的？你是朕身边的贴身太监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皇上不许奴才知道，奴才就不知道；皇上许奴才知道，奴才也只能心里知道了，嘴上可不敢乱说。哼，你倒是乖觉。皇上，您原谅臣妾吧，原谅臣妾吧。好，慎贵人喜欢跪着，就让他跪着吧。皇上，做奴婢的时候，动不动就跪，没想到做了嫔妃，还是这般勤俭。主儿，您跟皇上认错，没什么不对的。再大的委屈，想想荣宠，也就忍了。再说皇上，等他气儿消了，还是疼您的。疼我？皇上怎么疼的我？这眼看着贤妃就要出冷宫了，只怕是连我的立足之地都没了。主儿，您这般忧心，不就是没有怀上龙胎吗？这要是有个一男半女，还怕什么呀？龙胎？我怎么会有龙胎呢？这辈子都不会有。主，该喝药了。这药闻着就够熏人的。这药是去诛杀余毒的，要是余毒未清，伤及了腹中的小皇子，那可怎么好啊？我这有姜太医把着呢，能有什么？倒是姐姐那里，怎么好端端的被人下了毒呢？姜太医不是说过了，贤主那儿啊已经没有事儿了。而且皇上已经去冷宫看过贤主了，还亲口说要复贤主的位分，许贤主出冷宫了呢。也是，姐姐就快要从冷宫里出来了。那我得赶紧好起来，免得姐姐担心我。主，您待贤主啊，真是比亲姐妹还要亲啊。雪停了，真好。明天一定是个艳阳天。是啊，一定是个艳阳天。明天咱们就要出去了。哎，林侍卫。
微臣请贤妃娘娘安。起来吧。贤妃娘娘，这些饭菜都是特意单给您做的，李公公怕别人动手脚，让微臣亲自送过来。劳烦你了。恭喜娘娘，明日便可以出去了。同喜，你不是也少了我这么一个麻烦吗？哎呀，不是娘娘，您别拿微臣开玩笑了。冷宫这些时日一直得你照顾，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，所以做了一双靴子送给你。多谢娘娘。你仔细瞧瞧。呀，还有云纹呢。这个云纹呢，一是合了你的名讳，二也是希望你平步青云。多谢娘娘美意。娘娘，既然您这么说，那微臣有一件事儿想求您。说吧。微臣求娘娘把微臣调离冷宫，觅一个好前程。起来。你救了我们这么多次，许你一个好的前程都不足为报。我开心的是，你可以自己说出口，也终于能为自己想一想了。娘娘当日的教诲，微臣一直记着呢。只是这些年，微臣在冷宫戍守，一直被人看不起，冷眼相待。要是再不为自己想想，就太对不起自己了。你能那么想便好。那日你说你和我都出不去冷宫，如何？还是娘娘眼光长远。原本想赏雪，不想却停了。雪停了，贤妃的身子也好了，这就该出来了。皇帝终于等到放如意出来的时候了。是啊，那天皇上从冷宫出来，就迫不及待地来找太后了。当年如意背了2个皇嗣的命，皇帝本来就有疑心。如今如意几次遇险，害贵人又再中诛杀之毒，无疑更向众人说明如意冤屈。皇帝如何还能再等下去？听皇上的口气，会再彻查当年之事，太后觉得会如何？皇帝去查，谁下过黑手，谁栽过赃，能真相大白，自然是好的。只怕是有的人坐不住了。奴才给贤妃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奴才恭迎贤妃娘娘回翊坤宫。翊坤宫是，皇上说翊坤宫事一早便属翊贤妃娘娘主位的宫事，如今都已收拾妥当，就等贤妃娘娘回宫了。李煜，我来的时候是你送的我，如今回去了，又是你接我，多谢了。娘娘可别这么说，奴才是真心替娘娘高兴啊！3年了，娘娘受苦了。贤妃娘娘，伺候您梳妆更衣的2位嬷嬷，是皇上跟前儿积年的老嬷嬷。赵嬷嬷最会梳头，这位是玉壶姑姑，在皇上跟前儿贴身当差。玉壶姑姑，贤妃娘娘客气了。那，请贤妃娘娘换上吉服。吉服太过于隆重了，本宫还是穿便服回去即可。皇上也这么想，但是又怕便服过于肃静，所以2套都备上了。那，就请2位嬷嬷给贤妃娘娘梳妆更衣，奴才们在外候着。好。
想起。给皇上请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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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送皇上，皇上们。贤妃娘娘，请上轿。既然是走着来的，咱们也走着回去吧。恭送贤妃娘娘。贤妃娘娘，翊坤宫是往这边走。我想去陈楼那儿走走。是。嘿，没想到这辈子还能看见有人从冷宫里走出去。哼，刘英这好眼光啊！当年救了他2回，如今是逢上贵人了。晚上请喝酒啊！走，包圆，等着晚上喝酒。让他们都先别跟着。是。可算是回来了，奴才给您磕头了。起来。贤妃娘娘进里头瞧瞧吧，里头的陈设都是按照您的喜好摆的。这里面的人，奴才挑了一些昔日延禧宫忠心的旧人，凡是新拨来翊坤宫的，奴才都查了他们祖宗3代，底儿都是干净的。贤妃娘娘一路辛苦了，西暖阁中已经备好了糕点，您先用着。索性，
行了，都起来吧。可算出来了。那这个给你戴上。哎呀，这个绒花你还留着呢？好吧，谢谢你的好意头。哎，皇上在里头呢。如意，快起来！你回来了。皇上的口气，就好像臣妾去了趟御花园，散散心便回来了。朕这么说的意思，是仿佛你一直在朕的身边，从未离去过。来，朕知道你受委屈了。皇上知道臣妾委屈，却还是将臣妾送入了冷宫。朕才登基几年，内有太后和后妃，他们都是有家室的；外有老臣，与他们盘根错节。且当时事关2位皇嗣，每个人每件事都指向你。如果朕执意将你留在身边，不做任何处置，前朝和后宫的人都会要朕给一个交代的。所以皇上只能如此处置臣妾。即便是对臣妾的冤屈有所疑心，皇上也只能这么做。比起前朝和后宫的安定，臣妾是可以牺牲的那一个。如意，朕是皇帝，朕坐拥天下，可还是会遇到重重的掣肘，还有无奈。且皇额娘说了，要暂时将你废弃，才能够断了那些人要继续害你的念头。后来如何呢？皇上自己也看见了。后来朕才知道，将你留在身边，才最为安全，最为稳妥。如意啊，朕是真的害怕，怕你焚身火中，怕你死在砒霜之下，所以无论如何也要让你回来，留在朕的身边。你手上的冻疮，朕那日就看见了。朕准备了宫里面最好的治冻疮的药，朕替你擦擦。来。坐。这不该是皇上做的。朕愿意。
谢皇上。朕想着，为了迎你出来，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李煜啊，瞧瞧。如今这时节，怎么会有绿梅花苞？有些脂粉香，并不是全然的绿梅香味儿。疏疏帘幕映娉婷，出世小妆新。皇上，这是给臣妾添新妆的。朕知道你喜欢绿梅，所以特地制了这绿梅粉，专供你使用。绿梅粉，贤妃娘娘，这绿梅粉怎么制？那可是皇上亲自研磨的。为了这个，皇上可谓是费尽心思，迷尽珍宝，最后才定下用蜜陀僧、白檀、冰片各1钱，又以当季开得最盛的白莲蕊、白蜀葵、山奈、笃蓏香研制绝洗，或以珍珠末淡青为粉，再请宫中手最巧的宫女折来新鲜饱满的绿梅花苞，用这粉小心灌入花苞内，用线扎起花尖，密封于花房之内蒸熟，浸至玛瑙盒内足月，才得以如此花香沁粉，能令面容盈似白眉凝雪。娘娘，皇上一直惦着您在冷宫里容颜憔悴，盼着您能早日红颜如昨呀。索心，怎么哭了？这可算是熬出来了。是啊，绒花怎么不带上？以后我自己把它带上。皇上仿的是明熹宗懿安皇后的玉簪香粉法，只是笃蓏香名贵，千金难求，用它做敷面的香粉，臣妾高兴却也心惊。若是让旁人知道了，不知道又会惹出什么样的是非。再名贵的材料，也比不上朕的心意。你只要记得朕的心意，其余的你什么都不用管。臣妾谢皇上的心意，只是对臣妾而言，最贵重的不是这些身外化物，而是在绝境里，皇上不会放开臣妾的那双手。朕的手一直都在，你放心，如懿，从今以后，朕绝不会让你再陷入绝境里，相信朕。皇上，臣妾想求皇上一个恩典。你说。冷宫的侍卫凌云彻对臣妾有救命之恩，还想请皇上调他出冷宫，寻一个好去处。那是当然的，朕会叫玉护去办。臣妾替凌云彻多谢皇上。可心，永璜呢？大阿哥还没下学呢。听说今儿个是贤妃回宫的日子，大阿哥可高兴了。嚷嚷着下了学就要跟着您一块儿去看望贤妃呢。那也正常，毕竟贤妃抚养过大阿哥那么多年。哟，姐姐也要是去翊坤宫吧？正是，请姐姐安。嘉婷妹妹怎么来了？本打算着也去翊坤宫请个安道个喜，谁知道才刚到就碰到皇上出来，说贤妃要歇着，不许人打扰。这不，热脸贴了人家冷屁股，所以才灰溜溜的来您这儿讨口茶喝。
那妹妹进来说话吧。其实呀，妹妹定是误会了，贤妃不是有那么大架子的人。那是从前，如今可不一样了。哎，姐姐，大阿哥呢？啊，大阿哥还没下学呢。啊，妹妹坐吧。好。哎呀，姐姐，虽说这几年这大阿哥是您抚养的，可从前他是跟着贤妃的。如今这贤妃回来了，您打算就这么把这半大儿子还给他呀？那不能吧？这些年我照顾永璜，也未曾有过差池。要是说还给贤妃就还给贤妃，旁人还以为是我苛待了永璜呢。也是，姐姐封妃不只是因为有生三阿哥的功劳，还有抚养大阿哥的苦劳。为着您有2位皇子，您是妃位之首，咱们都服气。可若是这大阿哥被要了回去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姐姐，这大阿哥可是长子，这中宫的嫡子没出世之前，这长子可是最金贵的。那也不能这样说啊！倒是家别妹妹的4阿哥来得及时，那才是实打实的贵子呢。妹妹哪能跟姐姐比呀？不过妹妹还是要提醒姐姐几句，您可留着点心，可别叫旁人捡了这现成的便宜去。啊，对了，这大阿哥今年岁数也不小了吧？啊，是啊。哟，这个年岁的皇子，可到了指婚的年纪了，姐姐心里可有谱吗？倒是皇上说起来，有几家大人的格格还都挺合适的。姐姐，这有个好亲事，就是有个好靠山。圣祖的8阿哥，那生母原是辛者库的奴才，只因婚配的是安亲王乐乐的孙女儿，这才有了夺权的资格。您呀，还是多操心操心大阿哥的婚配吧，可别便宜了哪家寒门小户的格格。姐姐知道了。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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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兰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正打算去看你呢，肚子都这么大了。坐下说话。姐姐，你轻生了不少，你受苦了，都怪我无用，竟然连姐姐被人下了砒霜都不知道。事情都过去了，我没事儿。这件事究竟是谁做的？皇后、安若还是贵妃？这件事情必须查个清楚。叶心，你先出去。是。这不过是我一时犯险罢了。什么？要出冷宫，必得平行宪章。听说你中了朱砂的毒，有没有伤到肚子里的孩子？查到是谁做的了吗？我如果说和姐姐一样，姐姐信吗？是你自己做的。你是为了我。是焦雨萍帮你的。焦雨萍也瞒着我。你不怕你伤到你肚子里的孩子吗？姐姐，你怕我担心，我也怕姐姐担心，所以直接不让江雨彬提，这不怪她。
但有江雨冰把握分寸，我无大碍。而且，到底也算我和姐姐心有灵犀，解了姐姐的困境。姐姐，我没事，你别担心了啊。姐姐方便吗？我想给你看个东西。好啊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吃得多，肚子也长得快，从第6个月之后，身上就开始长出了这些。没事的，太医院有那么多的好药，一定能治好这些斑纹的。没用的，我问过那些专门侍奉生育的嬷嬷们，他们说，有一些妇人有孕之后都会有。这是治不好的，就算将来生下孩子，身上还是会留下这些斑纹。姐姐，您想，若是将来事情，皇上看到了会如何？等你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再想别的法子。宫中不过以色侍人，姐姐，我知道我的恩宠到头了。我的位分不高，将来生下了孩子，未必能带在身边养。到时候，若是送去了协芳殿，或者托给旁人，倒不如放在姐姐身边，做姐姐的孩子。做我的孩子。现在的局势，家嫔的4阿哥是皇上最钟爱的，纯妃必定不会把大阿哥还给你。但是姐姐不能没有自己的孩子。可是你好不容易怀上了，怀得又这样辛苦。姐姐，我们不过隔着一层血缘，也要分这些吗？若你放心，孩子在我身边，我一定会视如己出。我若对姐姐不放心，我还能对谁放心？姐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们以后永远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了。快把衣服穿上吧，别着凉了。请贤妃娘娘安。贤妃娘娘，太后备好了茶，等着您呢，请吧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
起来吧，留了上好的茶给你，坐吧。太后知道臣妾必定会来。你若不来，岂不辜负了哀家的好茶？太后保养得宜，风采如旧。看来这些年稳居后宫，安心顺遂。你能活下来，也很好。皇帝没白疼你，哀家也没白护着你，你算是熬出来了。太后那时候让臣妾惜命，留待来日。所以今日臣妾特来向太后请安，祝太后福寿延年。你也算乖觉，知道一把火烧的你在冷宫里待不下去了，便兵行险招，拿自己做法子。如今这满宫里，即使连皇帝都疑心是贵妃或是盛贵人给你下的砒霜，连皇后都逃不脱这个疑点。不给自己下毒，哪能留着性命等别人来救啊？太后英明。也难怪皇帝疑心他们，原是他们做过了，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肯放过你。既然出来了，那往后什么打算啊？臣妾本无依靠，还愿太后一息怜悯，才能苟且空中。往后的一切，还请太后垂怜。皇后出身显贵，得富察氏全族和老臣的支持，又克勤克俭，算是表率。贵妃的阿玛高宾在朝中得皇帝的倚重。哀家呢，从来就不喜欢宫中只有一捧花开的艳丽，百花盛开，才是真正的三春盛景。你若明白这一点，便能好好自处了。臣妾明白的。喝茶。青衣沐浴之水是用桃枝、柳叶、丁香花和珍珠粉熬制而成的，有驱邪除秽的功效，是皇上特别叮嘱准备的，为您洗去从冷宫出来的晦气。
你凭着自己走出了冷宫，果然是乌拉那拉氏的女子。可是乌拉那拉氏的女子是不会止步的，你要继续向前，去拿回属于你的一切，属于你的一切。卓，可是又梦魇了。梦魇什么？你胡说！自从贤妃从冷宫里出来，你就睡得不踏实。这个贱人进了冷宫不安分，出来更是生祸。贱人，我容不得她。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我不怕。卓。请皇后娘娘安。都起来坐吧。谢皇后娘娘。咱们都好久没见着贤妃了，从前有些误会，让贤妃委屈了几年。如今贤妃重新回来跟咱们作伴儿，彼此要和睦才好。谢皇后娘娘关怀。贤妃，盛贵人从前是伺候你的，如今深得皇上欢心，你们更要好好相处。是。是。虽说这盛贵人从前是伺候贤妃的，可如今却大不一样喽。仗着皇上喜欢，不是成日里在宫里打骂奴才，就是什么睡梦魇了，吵吵闹闹的，也太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了。嘉嫔娘娘说笑了，嫔妾侍寝的时日多，能有几日是哭闹的？娘娘别是听差了。得了，青天白日的呢，别老把侍寝这种话挂在嘴边。贤妃，还有淑嫔和庆常在，他们都是新人，你得空也跟他们说说话。你今天这身打扮也素净了一些。本宫当年赏给你跟贵妃的那对镯子，你怎么不戴了？莲花镯上的赤金丝松散了，臣妾送去修了。若是修好了，还是要天天戴着，那才是咱们前嫡姐妹的情分。那是自然。皇后娘娘的厚爱，臣妾是一日都不敢忘。贤妃也是刚回来，该好好歇着。过几日立冬家宴，本宫再替你好好热闹，就算是为你贺喜。谢皇后娘娘。姐姐有空啊，多到我宫里去坐坐，也看看我照顾永皇尽心不尽心。永皇养在你的宫里，自然已经是你的孩子，怎会不尽心？是你受了委屈，永皇才寄养在我宫里的。如今你出来了，理应还给你才是。这样嘉嫔有永成，我有永璋，你有永皇，大家一样才好呢。你想的细致，只是我刚从冷宫出来，诸事还需梳理，也怕对永皇照顾不周，还是留在你宫里吧。妹妹一定不辜负姐姐的嘱托，好好照顾永皇。倒是姐姐呀，一定要把身体调养好。那个盛贵人魅惑皇上多年，又目中无人，姐姐一定要料理了她，放得出当年那口恶气。本想让你搬到翊坤宫与我同住，
可是你肚子大着，不方便挪动就罢了。若你生了阿哥，皇上进了你的位分，你倒是可以搬到正殿去住啊。才不呢，那里是姐姐住过的地方。现在还跟你当时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，我动都没动，就当是留个念想。哼，你这一脑门子古怪想法，你这肚子里的孩子啊，生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古灵精怪的性格呢。啊，踢我呢，知道你说他坏话。姐姐，说起来你回来也几天了，皇上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在翊坤宫留宿过，也没有翻过姐姐牌子？生疏了几年，心结未解，不想那么亲近。也是，姐姐冤屈未白，遇见皇上自然别扭。明天就是立冬家宴，河宫的人都会见着姐姐，到时候咱们就看皇后和盛贵人他们如何表现吧。冬天有了暖手炉，还真暖。今儿是立冬家宴，皇额娘魏寒不肯出祀宁宫，幸好有皇上肯赏面儿，咱们也可一起凑个趣儿。今儿个一早啊，朕去京郊看军营演武，便得皇后相邀，得知各宫都做了饺子，朕也来尝个热闹团圆。皇上，这些饺子都是臣妾们亲手做的，无非是一些寻常的菜馅儿跟肉馅儿，请您都尝一尝吧。好。甚好啊，手艺不比御厨做的差。皇上，臣妾不会包饺子，所以只带了一壶玫瑰花瓣酿的醋。贤妃啊，这吃饺子少不得醋。你的东西虽不是最要紧的，但是是最不能少的。贤妃，难怪皇上对你如此牵挂。皇上和皇后娘娘同心一体，想来皇后娘娘对臣妾也是日夜挂怀的。阿若也一样吧？如今慎妹妹都已经是嫔妃了，怎么贤妃还叫她阿若呀？您这么一叫，我怎么看她那身贵人衣裳那么别扭啊？老想起她从前伺候你的样子。从前叫惯了，一时改不了口。好，盛贵人，你是该饮酒尽兴。如意为盛贵人的救主，如今沉冤得雪，今天的家宴也算是为如意热闹热闹。盛贵人身为旧仆，理应同庆。是，嫔妾敬贤妃娘娘。好，盛贵人，看你为贤妃如此高兴，朕也高兴。即日起，封盛贵人为慎嫔吧。皇上，您这般骤然封嫔，也太轻率了吧？皇上，嫔位乃一宫主位，身份贵重，譬如梅嫔、淑嫔和嘉嫔，不是生子，也是家世显赫，获宠多年。是啊，皇上，慎妹妹跟臣妾住在一起，若是她也封了嫔位，
那这启祥宫岂不是有2个主位了？无论慎平如何受封，启祥宫就只有你一个主位。为表尊卑有别，慎平的册封礼就免了吧。是啊，嘉嫔妹妹生了皇子，同是嫔位，也是有高低之分的。皇上，这缺了册封礼，名分不正。朕看重慎嫔，不在于礼数上。臣妾谢皇上恩典。慎嫔大喜，想来皇上今日也不必翻牌子了，自然有慎嫔相伴。还是皇后之朕的心意啊。站住！这刚封了嫔位就忘了尊卑之分吗？敢走到本宫前头？姐姐是嫔位，我也是嫔位，大家平起平坐，谁又比谁高贵呢？本宫是皇四子生母，乃嫔位之首。你一个贤妃的婢子出身，也敢跟本宫提平起平坐4个字？为着您的旧主贤妃出了冷宫，皇上才赏您这个嫔位。其实想想也不对，当初是您揭发了贤妃娘娘毒害梅嫔与宜嫔的皇嗣，可今日皇上却金口玉言说贤妃娘娘蒙冤。依奴婢看，这封赏嫔位怕是在打您的耳刮子。贱婢！哟，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，何苦打起自己人来了？立心，这一巴掌你就受着，也跟人家学学是怎么爬上皇上龙床的。奴婢可不敢背着主子偷偷勾引皇上，更不敢背弃诬陷主子。不管奴婢挨了慎嫔多少巴掌，奴婢都学不会这些下三滥的本事。主，你敢打我？这一巴掌是教你学乖。程宠这些年早忘了自己是怎么爬上来的吧？敢跟本宫无礼，也想想你有多少本事。我自有皇后和贵妃做主。是吗？那就看看这宫里有几个人瞧得起你。人人都瞧不起我，即便我已经封了嫔位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依旧是个贱婢。主儿，别往心里去，他就是嫉妒你。今儿是您封嫔的大喜日子，这晚上还要侍寝呢，咱们回宫去，奴婢给您拿鸡蛋揉揉脸啊。走吧。阿若这几年，看来过得也不痛快。集恩宠于一身，难免招怨。再说，他当初是怎么样卖主求荣的，大伙儿心里都有数，自然是瞧不起他。荣华富贵自己求的，欺凌羞辱也得受着呀。晚点的时候你吃了这么多，现在又吃，你不怕撑着吗？不知怎么的，老是觉得饿。你吃那么多，肚子越发大了。反正呢，这身子是见不了人了，不多吃一点，怕亏了孩子，那样更不值得。敬贤妃娘娘安，海贵人安。姜太医，海贵人的食量大得让我担心，不知道她怎么了。
海贵人胃口大好，胎气安稳，无妨啊。不过，这胎体看着却是要比旁人同月份的大了许多。主儿，安胎的药得了。行了，先放旁边晾一会儿吧。敢问贵人，可是按着微臣开的药方子吃的药啊？自然是了，有什么不妥吗？这味道不大对，吴父，可否把药渣拿来，我瞧瞧？就在外边呢，小的这就去拿。微臣不会看错，这安胎药方里被人足足的添了分量，但这加进去的却不是什么坏东西，而是开胃健脾、稳固胎气的好药。只不过比微臣开的量多了些。这药方是微臣开的，药是在太医院抓的，配好之后，微臣看过了，无妨。主明家，奴才从太医院领了药来，就小心谨慎，从煎药到端到主跟前儿，都没有旁人插手啊。这安胎组方被人调了比例，这药性便会偏重于稳固胎气。贵人本就气虚，吃了这样的药，龙胎虽无碍，可是这母体身上的精血却会被胎体所吸收，母体会变弱，龙胎过壮。等到生产的时候，贵人恐怕要吃苦头了。姜太医，这件事劳烦你细查清楚。微臣回去以后一定会细细查证，还请贤妃娘娘、海贵人放心，微臣以后一定会格外小心。医主出了冷宫，心思放宽，肝郁疏散，风湿也见好了不少。那就好。索性，镯子。江玉斌，你去宫外找一个靠得住的人，把里边的零零香剔干净，之后本宫再戴上，免得皇后娘娘疑心。是。主儿，玉壶姑姑来了，快请她进来。奴婢玉壶，请贤主安。贤主，奴婢此来是为冷宫侍卫凌云彻调度之事。如今有坤宁宫和圆明园两处侍卫有缺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坤宁宫是帝后大婚所居之处，自顺治朝后就成了萨满敬神的地方，倒是一个安闲的好去处。那奴婢去安排。不过，便是没有贤主为凌云彻求恩典，皇上也会封赏他的。为何？因为贤主儿进冷宫时，皇上曾吩咐奴婢寻得凌云彻与赵九霄二人护住您的性命。自然了，凌云彻与赵九霄二人也是功不可没，尤其是凌云彻，几次意外之下救了您的性命，奴婢对此也是感激不尽。皇上心中一直牵挂贤主，否则海贵人调度姜太医之事，怎会如此轻易又无人察觉？自是皇上命齐汝暗中通融的道理。如此看来，皇上把贤主一直挂在心上了。
这幅画在郎世宁那儿放了许久，如今才拿了回来。听说贵妃不喜这幅画，曾让皇上丢了。即便是画丢了，人没丢掉，还在心里。朕总想起青樱，青樱那时候还活得自在些，而如意在冷宫艰难度日。但是女工就编了326条烙子，手帕绣了112块。臣妾在冷宫的时候就知道皇上不会忘了臣妾，可是臣妾不知道皇上还知道这些，竟知道的这般清楚。你亲手做的那些烙子和手帕，每一样都是过了朕的眼，才送到宫外变卖的。朕看到那些，就知道你能挨过去，知道你没有心灰意冷。那些凌霄花在冷宫开得出来吗？有没有让你安慰一些？每年都开，开得极好。皇上还派人护住了臣妾的性命。玉壶告诉你的。这凌霄一火还能够治伤痛。朕知道你在冷宫过得艰辛，所以朕希望你像凌霄一样能活下来。朕也知道你喜欢绿莓，所以送你绿莓粉。臣妾今天用了。这莓粉清香与你最相宜。你和朕说过，就算再贵重的身外花物，都抵不过绝境中不会放开你的那双手。从今以后，朕会一直握着你的手，你依靠着朕便是。你们都是新来的，给你们讲一下规矩啊。坤宁宫的差事，说大不大，说小呢也不小。这是咱们历代皇上登基后大婚的地方，日月同辉，尊贵无比。但是呢，自从顺治爷之后，这里变成了敬神之地，除了偶尔皇后娘娘会带着其他后宫主子来这里敬神参拜。这儿的差事呢，闲得很。但是你们更要打起精神来，不得有半分疏忽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了，轮值的时候到了，你们去午房歇着吧。下一波，顶上。叫你去折松枝，供坤宁宫的岁朝清供。竟然敢偷懒，就折这么几只啊！姑姑，松枝太高，根本就够不着啊，所以才折了这么几只。姑姑，真不是我偷懒。你还敢跟我顶嘴？自打你进了花房，就心不在焉。怎么着？你还把自己当主子了？瞧你贱的！姑姑，我不敢了。今儿你要不捡好松枝回来，晚饭你就不必吃了。
擦擦吧，别哭了。云晨哥哥，我没脸见你，我都在花房当差，人人都欺负我。这样吧，那松枝，我帮你去摘。你都听到了？云彻哥哥，你不在冷宫了吗？贤妃娘娘出了冷宫之后，她拉了我一把。现如今，我在坤宁宫当差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你的手，谁把我的手当手啊？云彻哥哥，是我错了，是我不好。没有人对我好，只有你对我是真心的。走吧。旁人踏雪寻梅，寻的是红梅，主妃要看白梅。这白梅隐于白雪之中，有什么好看的呢？白雪红梅自有它的明艳清冽之美，但白梅隐藏在白雪之中，仅凭花香稍作分别。本宫倒觉得世间之美，唯有细细分辨才是难得。贤妃娘娘这番话倒是深得我心。淑嫔，贤妃娘娘若是不介意，大可唤我的本名一欢，我也可称呼一句姐姐，不必像旁人那样娘娘来娘娘去的，听着这般俗气。一欢倒是心直口快。妹妹从何处来？妹妹刚陪皇上用过膳，这皇上用膳时最爱的就是一道梅花清汤，却不想我刚走进这御花园，这么巧，便看到姐姐也在这儿独自细赏梅花。寒冬唯有梅花而已，想要凑巧也是容易啊。也是。今日偶遇姐姐，说话倒是投趣。若来日有空，还请姐姐来储秋宫一聚。好，妹妹告退。一欢看上去冷冷的，倒是个性情中人。真香。你不是戍守在坤宁宫吗？怎么在这儿？请贤妃娘娘安。这坤宁宫岁下清供，每日都是以松竹梅来插瓶，所以微臣才折了这些红梅。刚才我听到娘娘的声音了，所以想在这儿等您，给您请安。特意在此等候，不像请安那么简单啊。那个还是被娘娘看穿了。有话便说吧。花房有个宫女叫魏燕婉，她来找微臣。你自己刚有点起色，就有人来找你了？不是，微臣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就是那个让你酩酊大醉、意志消沉的人吧？娘娘所言极是。虽然燕婉当时抛下了微臣，独自高飞，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她阴差阳错的被贬到花房当差。这花房劳作辛苦啊，微臣也是无意中碰见她，
才知道他最近受了不少苦。他一跟你诉苦，你就把他抛下你的事儿都忘了？微臣不是心软，只不过看他这个样子，实在太可怜了。那天微臣碰见他，他一直在哭，他还说知道是自己错了，所以没有颜面来找我。没有颜面来找你，不也是找你了？还跟你说了那么多让你心疼的话，你都答应他什么了才来求本宫的？请贤妃娘娘把他调离花房，另某个差事，微臣也不敢妄求，只求他不要太劳作辛苦，受人欺负就行。可眼下花房需要往各宫里送花，也缺不了人手。或者等开春了之后，本宫再想办法给他调去一个好地方。多谢娘娘恩典。您这个来，什么呀？红薯。我除了玄妃娘娘了，要说开春帮你找个好差事。真的吗？那还有假？太好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当班呢。那我走了啊。走吧。慢点啊。这才过完新年，贵朵怎么就死了呢？皇上，高斌说贵朵是在加固山林房山湖时被山上滚落的大石砸中足的，也是可怜。幸亏他留下了一本治水的册子，这样的人才走了可惜啊。啊，对了，你叫李煜准备好1000两银子，就说是朕给他家里治丧的。是。贤妃被冤之事查得如何了？快有眉目了。查清楚了，有些人也可以处置了。皇上，今日春宴，皇额娘送给臣妾一把童子如意。皇娘苦心，盼着你与朕早天嫡子。今日呢，朕也备了一盒东海明珠给你。这明珠光辉，朕盼着闪耀中宫啊！明珠金贵，何况是一盒之数。臣妾想到采珠人的辛苦，也不敢枉受。朕知道你不喜奢华，可这明珠再珍贵，也比不上朕对你的心意啊！臣妾多谢皇上。李煜啊，把朕备下的迎春礼送给诸位嫔妃吧。这。多谢皇上。都坐下吧。皇上竟如此偏心，给皇后娘娘的是一整盒，给咱们的却只有1颗，到底是看中皇后娘娘？哟，这咱们的都是东海明珠。盛嫔的锦盒里面红红的是什么呀？盛嫔啊，朕送你的礼，你可认得？皇上，这是朱砂。
皇上，朱砂有毒，您赐臣妾这个做什么？莫不是拿错了吧？这朱砂有毒，遇热出水银，最合你不过了。玉壶，你来说说。是。奴婢按皇上吩咐，追查当年仪嫔与梅嫔两位娘娘皇嗣被害之事。当日指证贤妃娘娘的小路子已死，小路子的兄弟从前伺候贤妃娘娘的小福子在瓮山铡草，小安子发落皇陵，做苦役。奴婢派人去他们家乡查问，看到小福子与小安子家中很是富裕，盘问之下才知那些银子都是慎嫔拨的。皇上，臣妾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。臣妾和小路子、小安子本就没什么来往，对他们家里的事情更是一无所知。奴婢去问过小安子，才知道当日说贤妃与他讨要朱砂之事，也是慎嫔嘱咐他做的。皇上，臣妾实在是冤枉。臣妾早就听说，小安子在慎刑司服役时哑了喉咙，再也不能说话了，如何能说他是臣妾指使的呢？阿若，本宫派人去看过慎刑司的记档，你和你宫里的人都无出入慎刑司的记录。你方才说跟小安子并无来往，那你如何得知他不能说话了？皇上，臣妾只是听说。听谁说啊？说来听听。臣妾只是听说，至于是谁说的，臣妾早就忘了。比不得贤妃心思细腻，连慎刑司的记档都会拿出来查看。本宫当然要查。一个受冤之人，自然要为自己洗冤，求一个清白。慎嫔，你既然说你之前亲眼看到贤妃如何谋害梅嫔和仪嫔，那你自然记得清楚，不会忘记。今天朕要你再与朕说一遍当年的事，到底如何？不许错一个字。当年，皇上，当年的事情太过恐怖，臣妾不敢去想，也不敢记得。臣妾只记得，贤妃在炭盆和鱼食里添了朱砂，至于细枝末节，臣妾早已经忘了。荒唐！当年你口口声声描述贤妃是如何害了我跟仪嫔的孩子，细枝末节，无一不明，为何今日却不能一一道来？皇上，此贱婢满口谎言，她一定有问题，皇上一定不能饶恕她。朕今日查问，就是要她说个清楚。皇上，当年苏莲带人搜查延禧宫，就是阿若拦下不给搜查寝殿，才惹人疑心。后来，便在贤妃寝殿妆台屉子底下，发现了沾染沉水香的朱砂，落实了贤妃的罪过。臣妾就一直在想，若这件事情真是贤妃所为，为何要将朱砂放在如此明显之处？倘若这件事情贤妃不知情，那么究竟有谁可以随意进出贤妃的寝殿，将朱砂放了这么久，以至于沾染了沉水香的气味都不被贤妃察觉？那只能是贤妃的近身侍婢了。看来除了慎嫔，也没有旁人能够做到了吧？当年言之凿凿，今日荒不择也。皇上，这慎嫔很是可疑呢。莫不是这些年贤妃在冷宫屡屡被害，也是慎嫔想要灭口？嘉嫔，你……皇上，那不是臣妾，不是臣妾，臣妾是冤枉的。皇上，慎嫔，你当年的告发，事关2位皇嗣的性命，如今又涉嫌在冷宫加害贤妃。今日你要是不说清楚，朕便让你尝尝方才赏你那些朱砂的滋味。你仔细掂量着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。皇上饶命，容臣妾再想想。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。皇上，阿若并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弄来这么多的朱砂，
买通那么多人设下陷阱，冤害臣妾。臣妾想要知道的是谁在背后指使他？你看着本宫做什么？没想到你心性如此歹毒，竟然不顾自己家人的安危，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，真是该死！我真没想到，原来是你害了我的孩儿！贱婢！将慎嫔夺去养心殿偏殿，着人看着他，不许他死了。这……放开我！皇上，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，皇上，皇上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臣妾是冤枉的，皇上，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，皇上。今日家宴，朕原不该说这些，可朕看到皇后，便想起早夭的端惠太子，又想起梅嫔和宜嫔的孩子死得不明不白，朕不能不细问。皇上与臣妾为人父母，如何能不伤心？此事自然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只是今日天色已晚，有什么事情，皇上也等到明日再查吧。那朕先回养心殿了。恭送皇上。今天闹了这么一大出，看来皇上早就留先招了。今夜怕是很多人睡不好觉了。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是该有个了结。皇后娘娘，贵妃娘娘来了。让她进来。这。娘娘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过来了？臣妾心里有些害怕，万一阿若供出咱们什么？明明是慎嫔自己心性歹毒，谋害皇嗣，陷害贤妃，与旁人何干？是，本就是如此。可是娘娘，万一阿若供出咱们在冷宫谋害贤妃的事情，那……自然不让他胡乱攀扯咱们。慎嫔的阿玛足了，但还有2个兄弟在。贵多意思，臣妾早早的让阿玛扣住了阿若的2个兄弟。你办得好。那冷宫的事情，阿若想认，就只能自己认了。那是自然了，最恨贤妃的就是阿若，除了她，没有其他人在沾手。那你还有什么不安心的？娘娘。好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歇着吧。是。苏烈，送一下贵妃。是。把这衣服给我换上！有罪的奴婢，不配穿这个。不，这不是本宫的衣服。李煜公公，本宫要求见皇上，转告皇上，本宫是冤枉的，真的是冤枉的。主，自己好好想想，做了什么，都谁做的？见了皇上，好好跟皇上回话。李煜公公，李煜公公，本宫是冤枉的，本宫要求见皇上。皇上，皇上。主儿，您可不能再糊涂了。贵妃娘娘让奴婢给您递个话，您的2个弟弟，索出人家现在仅剩的难听，生死可就掌握在您的手里。贵
现在事情都出了，就看你想要保谁了。皇上一早就等着贤妃娘娘了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贤妃坐。谢皇上。二若，昨日朕留你脸面，还许你在偏殿住了一晚。如今只有朕和贤妃在，有什么话，你尽可说了吧。皇上恕罪，当年是臣妾冤枉了贤妃娘娘。这个朕知道。是臣妾偷拿了朱砂，害了皇子，陷害贤妃娘娘。还有那3个太监，也是臣妾收买指使。阿若啊，你一个人能做什么？皇上和本宫心里有数。哪些事儿不是你做的，又是谁在背后指使的你？好吧，说不说在你。只是谋害皇嗣是株连九族的重罪。你要是想一个人都揽了，本宫也拦不住你。贤妃问你的事情，你愿不愿意回答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朕再问你一件事情：贤妃在冷宫的饮食是谁放的砒霜？皇上，这个不是臣妾，真的不是臣妾。那是谁？心妍，你说。回皇上，奴婢平时服侍主日常，主做什么，奴婢不太清楚。但奴婢知道，主深以贤妃娘娘为恨，尤其是发现皇上有条帕子是贤妃娘娘的旧物，那时候主就说过，想要除掉贤妃娘娘。主您别怪我，这时候心妍只能说实话了。到了现在这时候，您做了什么，你还是自己认了吧，逃是逃不掉的。二若，你的婢女都这么说了，你还不赶紧招了？贤妃在冷宫时，你为了要除掉她，你还做了些什么事情？是，冷宫里走水也好，闹蛇也好，都是臣妾做。你认得倒是利索，你就这么恨本宫吗？贤妃，我就是恨毒了你。明明我聪慧伶俐，事事为你着想，你却凡事都压着我。你明知皇上喜欢我，却一定要把我指婚出去。我得宠难道对你不好吗？你也多了一个帮衬，为什么一定要断了我的出头之路呢？朕喜欢你。这些年来，朕怎么待你，你心里还不明白吗？皇上从前是喜欢我的，才会在延禧宫的时候高看我，又收我做了嫔妃。二若，你太会妄自揣测朕的心思了。朕如何待你，你自己说与贤妃听。皇上，你背主求荣，自取其辱。说。这些年来，皇上从来没有宠幸过我。每回事情，我都是披着一袭薄毯跪在地上。每一个事情的夜晚皆是如此。皇上从来没有碰过我。贤妃，
你以为你在冷宫的日子难过，我在外头的日子就好过吗？白天我是主，受尽了皇上的恩赏，可到了皇上身边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依旧是一个低贱的奴婢。可即便是这样，落在旁人眼里，我受尽了皇上的宠爱，所以我不得不忍受他们的嫉妒和嘲讽。贤妃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皇上才会如此待我，我怎能不恨？你如今觉得不甘心了吗？朕告诉你，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皇上，从前在延禧宫的时候，您夸我机灵聪慧，我从慎刑司出来，您留我在身边。可是您却一直这样待我，这么多年了，臣妾心里不明白。与其如此，不如杀了我是个痛快。若不是朕留住你，这几年来，你早不知死在谁的手上了。那么谁能把贤妃的冤屈说个清楚，还她个清白呢？原来都是为了贤妃。皇上竟这样待臣妾对您的一片真心。真心？你那都是算计之心，朕如何不能这么待你？皇上以为臣妾待您是算计之心，那后宫众人哪一个不是这样？为什么偏偏臣妾就要被皇上如此羞辱？朕知道很多人都想算计朕，但像你这样背主求荣、心狠毒辣的人，朕倒是第一次见。朕再问你一次，背后指使你的还有什么人？无人指使臣妾，全部都是臣妾自己做的。贤妃，你去书房等着朕，朕一会儿就过去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阿若，贤妃不在了，你可冷静下来，好好告诉朕，这背后到底还有什么人？皇上，朕问了阿若许久，怕他当着你的面不肯招权，但他还是说，这是他一个人做的。臣妾不相信他一个人可以做成这些事儿。朕知道你不相信阿若的话，朕也不信。可是朕总不能把后宫所有嫌疑的嫔妃都一一问罪，如此一来，只会乱了后宫。所以朕希望你明白，到阿若为止，再也没有别人了。如懿，朕首先是前朝的君主，然后才是后宫的君主，希望你能明白。皇上的用心，臣妾能明白。皇上与臣妾如此坦然，没有隔阂，能得皇上如此相待，臣妾也心安了。
朕真的希望，从此以后，你我再也没有隔阂。你们出去。是。这碗汤是皇上赏你，喝完了，你的舌头就不会乱说话，也不会牵扯到其他人。